购买大阪周游卡却不知道怎么玩最划算吗？这次我们整理出超棒的行程攻略，让你不用跑很多地方就可以玩到超多景点，省时省力的游玩方式。影片最后再告诉你实测下来之后到底可以省下多少钱，记得看到最后哦。大阪周游卡可以无限次搭乘电车、巴士，还能免费参观包含大阪城在内的多个景点，非常适合第一次造访大阪的旅客。大阪周游卡分为1日券和2日券，建议选择2日券比较划算。购买的链接我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现在的大阪周游卡已经改为电子票券，需要使用手机操作。购买完成后会收到凭证，点击凭证中的链接进入使用页面。接下来我会示范如何搭乘地铁，免费参观景点，以及分享2天的行程安排。要注意看一下机器，要找中间是有 QR code 可以扫描的闸门才能进出。大阪周游卡它没有办法分票，所以你购买2张以上的话，它的 QR code 码都会在同一个人的手机。有卡的那个人他要站在最后面，他就一张张刷，让前面的人先进去之后，他最后再进去。要去第一个景点大阪生活馆，我们从天神津6丁目出来之后，3号出口走到这里，里面有个电梯直接到8楼，直通地铁，非常的方便。这个它就要用扫描的，你就点这个扫描设施二维码。在这边请大家留意一下，里面是不能饮食、不能使用自拍棒。然后如果说有大型的行李，你就要寄放。大型行李的定义在这里，超过的话就要寄放，寄放是500块日币。我们现在一上来第一个地方啊，就可以从比较高的地方看到以前江户时代生活的方式。以前他们这个住宅里面，它这边就像我们现在阳台晒衣服的地方，还有居住的地方，或是卖衣服的杂物店的建材店，以及他们的澡堂都在这里。我们是礼拜一过来，刚好遇到他们小学生来这边参观展览，所以其实这边也是寓教于乐的一个博物馆，校外教学的景点。如果想更深入了解大阪的历史，建议租借中文导览机，费用为100块日币。现场这边也可以租和服，不过它的租和服时间只有半小时，是1000块日币。开放的时间就是每半个小时为整点。我们现在一进来，这边有个木户门，木户门是每一个社区连接的通道，而且以前是有宵禁的哦。到晚上10点之后，这个门就关起来，就不能再进出了。跟我们现在晚上还是很热闹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它这边呢是1比1的还原当时的建筑，它的玩具店、杂货店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为什么会想要以宅居为历史博物馆呢？比较少有资料去记录以前大阪人的生活，这个生活的历史应该被保留下来，并且借由以前前人的智慧，启发未来的住宅或是生活方式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借鉴。你仔细看它木造的建筑物里面，其实有很多防火防虫的一些措施，这是我们现在住在那种水泥的丛林森里面没办法感受到的小细节，也是他们日本匠人技艺传承下来。你有发现这边的东西感觉不太一样吗？这边就是以前卖舶来品的店，很多中国的东西进来这里，有点算是我们这边的进口精品店。他们想要买一些稀奇的东西，就会来这个舶来品店买。像现在日本的拉面也是从中国传过来的，派了很多的留学生从日本到中国去，学了什么诗书礼乐以及食材煮东西的方式，把面带到日本去，然后再发扬成现在很厉害的日本拉面。现场的人潮比我想象中还多，而且很多人都来这边穿和服。来这边穿和服有一个好处，它是在室内，不会有风吹雨淋的问题，加上这边的环境是仿江户时代的背景，所以你穿了和服就很适合来这边拍照。逛到一半，天色突然变暗，打雷、下雨的声音，四季天气的变化，让你可以更真实的感受到以前大阪人的生活。仔细听下面这个水沟盖啊，有水流的声音哦。现在是接近黄昏晚上的时间，这边灯就打得像夕阳一样的颜色，整个天色已经变很暗了。
现在是模拟大阪老街晚上的时候，你可以仔细听哦，旁边还有虫鸣鸟叫的声音。现在早上了，听到公鸡在叫的声音。哇，有太阳光真棒！每个小时都会上演日夜变化的时光秀，让你体验江户时代的日常生活。位于8楼的展间展示了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的大阪风貌，透过6个模型橱窗，呈现大阪从城市发展、战争破坏，直到战后重建的历史轨迹。逛完大阪生活惊喜馆，就直接搭电梯到 B1。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到 B1 之后，你可以继续搭大阪地铁去下一站，下一站要去东梅田。现在在28楼吃午餐，这间叫 KYK 猪排饭，因为我是平日来，它中午还有商业午餐，价格才1380，这台币才289块耶！在这边这个漂亮的 view， 加上用大阪周游卡还可以再打9折，而且这里有沙拉吧吃到饱，还有味噌汤、白饭，甚至还有咖喱饭。那饮料它有石榴汁跟冰咖啡，超划算的。今天原本要去搭前面的摩天轮，不过你仔细看它都没有在动。我要来的前2天才发现它有公告说它因为要维修，所以现在是暂时停止运作的。我们晚上就会改去其他地方。那如果说你有使用大阪周游卡来梅田这一区的话，晚上你就可以直接到旁边这边搭摩天轮。用餐愿意用大阪周游卡有9折的优惠。那使用方式呢，在大阪周游卡这边有个优待特点，点进去之后，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它没有QR code， 或者是说我扫它 QR code 这个动作，所以你出示给店员之后，他就用一张小纸要我签名，就代表说确认我用过这个优惠，他们可能内部就可以核销。吃饱喝足后，用走路的方式就可以抵达下一站。到梅田展望台这边，它有2栋大楼，要去展望台的话是右边这栋。在梅田空中庭园，它的流程是我们先到3楼的入口搭电梯到35楼。35楼到39楼会有一个时空隧道的手扶梯，搭上来到39楼是购买票券的入口处。我们现在人在梅田展望台的39楼，你要使用大阪周游卡就不用再另外购票，就用大阪周游卡打开之后，用相机去扫描他们的 QR code 就可以入场了。旁边这边是现场买票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出示这个大阪周游卡，选扫描设施2维码，就可以去扫上面的 QR code 入场。上来40层，这边有一个咖啡厅，有简单的甜点、咸食，在这边可以休息吃点东西，而且这边的景色真的非常的漂亮。虽然说大阪周游卡它只能3点以前进场，不过白天的时候你拍外面的景色比较不会反光，因为这边有玻璃嘛。所以其实白天看也很漂亮。那如果说你真的想看夜景，你也可以3点的时候再进来，然后待到比较晚的时间。像冬天太阳比较早下山，就蛮适合待比较久，可以待到晚上顺便看夜景。41层楼都是户外的展望台，但是风会比较大。如果说是冬天，大家要注意一下保暖，以及说风大，你的帽子啊或是随身物品要再注意一下哦。在展望台这边还有一区是爱情锁，刻上你们的名字跟日期，把你们的爱情锁在梅田空中庭园。贴心哦，还设了一个手机的角落，让你在这边可以自拍。在39楼这边有间伴手礼店，卖的东西虽然很多，但是这里必买的东西是什么？你一定要买他们梅田天空大厦的原创商品。那像其他的伴手礼，其实在道顿窟或者其他伴手礼店都买得到，但是只有他们梅田天空大厦的原创商品是这边才可以买得到。梅田空中大厦不只有漂亮的景色，建筑也是非常的特别，它甚至被选为全球20大建筑之一，是这里必看的卖点。结束梅田空中大厦之后，我们要直接到对面的大楼，可以直接到天空美术馆。哦，出来就觉得风好大哦。在这里
27楼，我用旁边比较通往高楼层的电梯。进来之后啊，一样是用 QR code 扫，那他会给你门票。3D 眼镜。这个画家他是日本的现代艺术画家，他去法国深造之后，再把法国学到的壁画技术跟日本的文化结合在一起，画的风格都是比较偏浮世绘，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人啊，或者是说一些佛像，它有个3D 的剧院，艺术跟数位去结合，让他的画用现代科技的方式呈现在你的眼前。每个场次的时间不一样，每一次大概是10分钟的表演。3D 的里面是不能拍照录影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进去看完之后，再跟大家讲我们的心得。现在我们在天空美术馆的咖啡厅，因为刚刚我们去梅田天空大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那边的咖啡厅人超多？可是我现在在美术馆这边的咖啡厅 view 也是非常的棒，重点是人很少，我觉得来这边咖啡厅更让我有可以放松的感觉。而且大家看哦，现在是夕阳西下，大阪是整个超美的，花一点点的咖啡钱坐在这边，你得到的回馈跟感受已经超过那个价值。它的 VR 效果我觉得做的蛮好的，让你有代入感。那个 VR 的作品跟它实际展览的实体作品是有关联的。一段小电影的故事，以前日本战乱的时期，很大的2个佛像看着我们人世间为了权力而争斗，他的作品中一直在阐述着和平这件事情。那人的什么生老病死或养育小孩、组织成家庭的背后，和平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和平，这一切都会消失殆尽。但是如果说是小朋友来看，其实我会觉得可能比较不适合。我持比较相反的态度，我觉得反而更适合带小朋友来。虽然他的画作表达的比较深刻的一些意义，但是我会希望小孩子来这边培养美术的敏锐度。我觉得我们台湾人都是非常聪明，而且非常希望自己下一代可以好好的教育。我们会发现台湾的美学跟日本的美学有很大的落差感，因为日本从各个小细节都会去讲求美感这件事情，所以小朋友带他们来看一些艺术展览，从小培养他们对艺术、对美学、美感的观察力。结束天空美术馆之后，其实晚上可以再去隔壁的摩天轮搭乘，但是因为现在摩天轮它在维修中，那没关系，我们就改去道顿窟搭观光船。有时候有一些临时维修的东西，你要出发的前几天再去大阪周游卡的网站看一下它有没有维修的公告，才不会白跑一趟。如果说摩天轮它没有维修的话，你就可以在天空美术馆结束之后，到隔壁的摩天轮搭乘，欣赏大阪梅田这边的夜景。原本我们是有预约9点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行程提早，所以我们就现场直接搭船。现在是晚上6点，可以开始欣赏晚上的道顿窟。来讲一下这个道顿窟游船的心得，在这边你就不需要跟大家人挤人在旁边的天桥上面拍照，因为它除了游船之外，它还有在最有名的固力果前面停留3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拍照。基本上船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拍到照，第一排的 VIP 拍照就是在这个船上面，而且刚才兑换票券的速度。刚好遇到旁边有人打招呼，很嗨，太热情了。就是我们在路上会遇到很多人打招呼，这个是我们在路上走感受不到的，一定要坐船你才有办法跟人家互动。来这边搭船，感受大阪人的热情。大家早安！使用大阪周游卡有一个很重点的区域是大阪城的周边，所以早上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搭地铁站到大阪商务公园。我们下午要搭最晚4点的水上巴士的车，所以我们就早上先去换票，再进去大阪城里面逛，走吧。
现在预约好我们的船票了，我们是约下午4点，所以上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好好在大阪城这边逛逛。换了票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换时间了，大家再留意一下哦。预约好下午的船票后，前往大阪城搭乘御座船。Thank you。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我们现在是10点10分，那我们就先过来换票。那下一个船的时间是10点45，我们换票之后就可以到对面这边等船上车。那我先考考老公好了，你知道大阪城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大阪最重要就是纪念品，是这样讲没有错，就是要采买纪念品，我管你那么多历史。大阪城它最重要的是石墙以及它的护城河。大阪城有经过战火的摧残，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大阪城都是经过修复后的。修复后的时代大概是在昭和的年代，但是呢，它外面的石墙是在德川时期建造的，这两个相差有100-200年哦。大阪城是比较近现代的建筑，那石墙的部分它就是在更久远、更具有历史意义，是由60几个大名家一起收集100万颗的花岗岩，然后把它建起来的。所以有的石头上面你可以看到它会有印它的家徽。搭御座船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这个石墙，你会发现它的石墙两侧堆叠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侧的它的石墙是比较没有规则的去堆叠上去，在建这个石墙的那个年代里面，他们堆砌的技术有慢慢进步之后，所以它才变得有规则的方式去堆砌。所以等一下你可以从船上面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两个差异。还有藏了一个小秘密，石墙的东北角处放了一个叫做人面石的一颗石头，它就是脸很像做起来不像。传说中它这个人面石是可以驱邪避煞的功能，所以它就镶在那里。这也是你要坐御座船才可以看得到的细节的部分。这个御座船厉害的是什么？因为它以前是丰臣秀吉坐的船，它是根据丰臣旗大阪图屏风有根据考察的。御座船它有分成河川上面用的以及去出海用的。那像这种御座船以前都是那种非富即贵、名门世家才可以坐的船，通常都是用来招待娱乐用的啊，或是赏月亮用的船。你可以感受一下，你今天是丰臣秀吉搭皇家御用船欣赏这个大阪城。那现在是中午11点20分左右，那天守阁就在后面，但是我们想要先去用餐，中午的人潮可能会比较多，我们想要避开尖峰的时刻先去用餐。旁边有一栋叫做米拉伊扎，里面有一间模型的博物馆可以参观以外，里面也有美食街可以用餐。我们先去里面休息。这里提供简单的轻食和甜点，还有一间咖啡厅可以稍作休息。大阪市水务局也在这里设置了补水站，让自备水瓶的旅客可以免费装水。在这栋里面有一间专门卖战国时代武士相关的伴手礼，很适合逛完大阪城之后你来这边采买相关的伴手礼，我觉得还蛮实用。这是书签吗？不是，它是粘在手机壳上面的贴纸，有各个不同家族的家徽。像喜欢收集明信片的人也可以来这一间，这是喵喵版的日本史，好可爱哦。海洋堂模型博物馆的外面有个地方要注意，它是在 B1， 那 B1 它是没有讯号的，所以你使用大阪周游卡可能会有困难。那建议大家先在1楼位置的时候，那边有一个 QR code， 扫描之后，然后勾选完成出示绿色完成的图章，再去楼下就可以顺利的入场。它原本是一间小小的模型店，发展到现在变成了很多模型公仔的制造商。我刚刚参观下，比我想象中好逛。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台湾的观光工厂的形式，前面是展示一些它公仔的模型，后半段它有用布景、打灯跟场景布置，加上它的公仔搭配在一起，这种呈现方式的形式，我觉得很让我惊为天人。这是大人小孩都很适合来逛的原因是，它有我们从小看的卡通，甚至到动漫或是电玩的模型公仔。我看到我熟悉的角色，我觉得哇，好帅，会对那些模型叹为观止，又会带着很兴奋的心情。它前面还有一个流程是，它给你纪念币，纪念币再投进公仔的扭蛋机，小孩子一定会超喜欢这个环节。
现在在大阪城的外面，那这边你会看到长长的排队人潮，它有分3个通道。如果说你是要现场买票，你就要排3号，那3号现场买票人潮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是用大阪周游卡，你就直接到2号通道去，那边扫码就可以直接进场，完全不用排队。走吧。Osaka Amazing Pass。はい。はい、ですわ。はい、OK、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收票处这里，你还要再出示一次，就记得画面不要按掉。右边是绿色的，是直接走楼梯上去；那左边是搭电梯。通常我会建议大家直接先到左边搭电梯到最上面的天守阁，然后再慢慢走下来，一层一层逛。我现在搭电梯到5楼，到5楼之后，你还要再爬一下楼梯，才会到8楼的展望台。上来8楼的天守阁之后，可以看到 NHK 电视台，还有旁边很大的西之丸庭园。但是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它屋檐上面你会发现一个金色的雕像，这金色的雕像叫做鱼虎。你仔细看，它是鱼的身体，老虎的头。它是有守护以及它还有防火的概念，因为以前像这种大阪城或是一般房子，它的建造都是木造的，所以其实非常害怕它会失火。现在重建后的大阪城就跟以前的建筑不一样，虽然你看它外观好像是木造的，但是它其实内部的构造都已经是水泥砖瓦。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大阪城的外观，主要的主体构造是白色的，白漆风格是德川时期它建造的风格，但是在屋檐上面它还保留了丰臣时期的黑金色的黑漆风格。那主要是因为丰臣秀吉非常喜欢金色，现在的大阪城结合了丰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时代2个风格打造而成的大阪城。在7楼的位置，它是有一个一个小影格的方式来介绍丰臣秀吉的一生，而且很好的是它旁边有中英文的说明，所以你可以了解丰臣秀吉以及大阪城的来龙去脉。在5楼这边，它用模型的方式重现日本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战役，叫做大阪夏之阵。这个战役奠定了往后日本从丰臣秀吉的时代转变为德川家康的时代。在天守阁的2楼，不只能参观，还能戴上武将头盔，化身为丰臣秀吉，拍下超酷的纪念照。逛完这个大阪城，给大家我的建议，如果你今天只是想来踩踩点、拍拍照，就直接上去楼上天守阁看看景色、拍拍照。你想好好了解大阪城的历史，你就可以一层一层逛下来。因为其实我发现它的简介都是做的还蛮好的，你可以很简单的了解这个历史的来龙去脉。除了说丰臣秀吉的一生之外，他也有去剖析这个大阪城它是怎么建造的，去详细的说明大阪城的内部构造。我会比较建议来之前，你还是先把大河剧看过一轮，像黑田官兵卫或者是丰臣秀吉的一些故事，它里面介绍历史人物非常多。如果你今天对日本的历史没有太多了解，我会比较建议你先在台湾做完功课再来大阪城逛，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来大阪城可能是他一生只来这么一次。如果你只把这个当成一个很简单的景点，就有点太可惜了。它是一个有深度的古迹，了解一下他们这边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去防御敌人，以及他们当地的生活文化习俗，会对这个景点来讲更有一点意义。位于大阪城南边的大阪和平馆，保存着珍贵的历史文物，馆内陈列战争期间人民的生活用品，每一件都诉说着战火中的故事。透过亲身参观，能深刻地体会战争带来的伤痛以及和平的可贵。现在时间下午3点52分，我真的觉得我们预约最晚一班4点的船次真的是刚刚好，因为我们就在大阪城逛了一圈，中午还吃个饭，4点的时候再来这边搭船。我没有选择再搭回来大阪港，是因为我们等一下搭到那边下车之后，那边就有个百货公司的 mall， 吃完饭之后直接到旁边的地铁，再到下一个景点。刚刚我们有发现到这边上船它是不能带饮料的，因为旁边有一间星巴克，就大家再留意一下。进完车
之后它这边是室内的船舱，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吹海风会很冷，因为通常我们搭船只要是露天的风吹过来都会冷，所以进来这边就非常贴心，非常的温暖。而且它的座位算是蛮宽敞的，所以坐上去其实蛮舒服。你看前面这个座位是有玄机的，可以放饮料。可是他刚刚不是说不能带饮料吗？他只能放水杯或是他们自己等一下贩卖的饮料。在日本搭船很安静很舒适，刚刚坐一坐我又开始想睡觉了。那里面好像有暖气，对不对？一点点的暖气。河岸上的美景真的还蛮不错的，夕阳西下，看到湖面倒映的阳光洒落在影镜上面投射出来，感觉很棒。它最厉害的时候是在樱花季，我们会发现它的河岸旁边都种满了樱花树，所以樱花季的时候来搭水上巴士非常的漂亮。水上巴士它很棒的地方是，因为它会经过各个的桥以及景点嘛，它有中英韩的解说，所以你这边搭船也可以了解一下旁边建筑物的历史。这一条运河是丰臣秀吉他开辟的，像刚刚我们逛了大阪城，再来搭他们的水上巴士，大阪就是靠水运发达起来的，再加上他现场的解说，会对这个大阪城有更多的概念跟了解。下船之后，我们可以穿过车站的地下街，然后到这个金版的 City Mall， 可以逛一下百货公司，或者是说你想要吃东西都可以。今天竟然在大阪遇到下雪了，大阪会下雪的几率非常的低耶。在这寒冷的下雪天，最适合去吃烧肉暖暖身子。让我们前往附近的烧肉店享用晚餐。我觉得这间的烧肉品质很不错耶。我们来日本想要吃烧肉，很多都是那种烧肉吃到饱，但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年纪，没有办法吃到饱，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吃单点的烧肉。日本的肉的品质真的都超赞。这个牛肉条已经被我们吃到剩一半了，你看一下它油花，油脂很丰富，吃下去入口即化。哇，已经在滴汁了，我的天哪！这样子 OK，Thank you。那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来换网，有的换网子不是要钱吗？最后我们吃的6592块日币，它这边的肉的品质都很好，特别推荐日本国产牛肋条，因为它价格很便宜，一盘才699日币，我们点了2盘来吃，超好吃。发现其实不用点到和牛，它日本国产牛的品质就非常的好。然后重点是一定要点他们的白饭，那烧肉的油脂配白饭超好吃。直接点这500克超大碗，可以一起分。大家还记得没钱的空中庭园吗？很可惜的是，大阪周游卡它只能限定你下午3点前要进场，所以你大概只能看到白天的景色。这是来大阪，我是不是少了一个夜景呢？所以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比较冷门的秘密景点，一样用大阪周游卡就是免费的哦。要去展望台的话，会建议大家从贸易中心前站的2号出口出来之后，顺着这个道路走下去，就可以直接通到展望台的大楼。展望台入口在右边，下去1楼，哇，这建筑也是很庞大哎。这边白天好像是商办中心。那1楼也有 Lawson， 现在已经7点多的时间，大家都下班了。现在到一半，我有点恐惧腿软。哇靠！了，38了，可不可以快点到？我受不了了。我坐电梯第一次觉得很痛苦哎，真的很高，超高的，我真的不敢往右边看，吓死我！第一次觉得好恐怖哦。看不到后面手扶梯啊，我完全不敢往后面看。哇，到了，哇！
这个观景台，它的楼层真的非常高，有50几层楼。上来的时候，我真的吓到要腿软了。它上来的景色真的很漂亮，不输梅田空中的夜景。那只是说它没有像梅田展望台有户外的走道，它都是在室内的。但是在这边，你可以很安静的坐在它旁边看看大阪的夜景。很特别是，它就在大阪港旁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城市的夜景，也可以看到晚上大阪港的样子。我去过这么多日本看夜景的地方，这边人真的是少到不可思议，基本上没有任何人群嘈杂声。因为我们这次是平日来，真的，我刚才上来看是不到3个人，还有另外一对情侣，现在这时间只有我们5个人，可以坐在这边小憩一下，不用像梅田或是其他地方人因为太多了，所以少了看夜景的氛围。虽然说它的距离比较远，不过因为有大阪周游卡，你不管搭到多远都是免费的。我觉得这个是看夜景的秘密景点，很推荐大家来，因为人潮非常的少，你可以在这边好好拍照。总结这2天的花费，到底买大阪周游卡是否比较划算呢？大阪周游卡2日券的价格为日币5000块，实际行程总花费为日币14278块，省下了日币9278块，真的是非常超值。最后再帮大家整理使用的注意事项。出发前请先到官网确认各个设施是否正常营业，避免遇到临时维修的情况。由于是电子票券，请确保手机有网络连线，建议携带行动电源备用。1日券的计算时间是从当天凌晨3点到隔日的凌晨2点59分，视为1天。也就是说，不要在凌晨12点到凌晨2点59之间点击使用。多人搭乘地铁时，购票人请在闸门处扫描 QR code， 让同行者依序进站，购票人则是最后进站。大阪周游卡的购买链接我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如果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请记得订阅、按赞，也别忘了分享给即将前往大阪的朋友哦。我是创世小夫妻雪伦，下期见，拜拜。